警察在仓库里找到了一名小女孩的尸体，法医解剖后证实她是嗑多了药而死，并且身体还除毛了。警察还以为像是比基尼部位除毛。I mean, except for scalp and brow, she was hairless, arms, legs, and pubis. 一听这话，警察就明白女孩是拍儿童色情片的了。而女孩的同伴也证实，有人出钱让我们6个小孩去参加派对，然后在镜头前互相发生关系。警察想知道拍摄者的样子，可因为孩子们处在打光的位置，根本看不清拍摄的人。但警察还是让他努力回忆下线索。哪知男孩想了想，还真记起了些东西。I remember a voice, a girl saying, "Do her, do him." 可这对于破案根本啥用也没有。检察官也不认为他能成功指认拍摄者，于是警察只能再次加大侦查力度。却不成想，竟在网上发现了一段视频，一家娱乐公司的老板在引诱未成年少女参加炫舞派对，而关键是老板是个皮条客，还贩毒。少女则是一名刑警的女儿，因此这一下就更引起了警方的关注，立马把营救刑警女儿列为了头等大事。又因为刑警女儿杰儿是离家出走的，所以警察立马找来了她的哥哥问询。随后哥哥说出了一些妹妹经常去的地方，接着警察就赶到了那里。结果还真有人刚刚见过杰儿，他们表示2小时前杰儿和一帮精神少年一起去了一名画家的工作室，然后警察立刻马不停蹄又来到了工作室，果然精神小伙们都在这，却唯独不见杰儿。然而当女画家见到俩人后，竟两眼放光，二话不说就让警察脱光衣服坐下，俨然将他们当成了演员。哪知下一秒警察就亮明了身份，画家却又声称孩子们是自己晃到这的，我也不知为什么。随后警察又拿出了杰儿的照片，结果画家仍是一副不在乎的态度，还让他们自己找。而当警察只问了一句去哪找后，女人竟变得不耐烦起来。见他如此不配合，警察决定给画家点颜色看看，于是接下来就把所有人都带回了派出所。却不料他们前脚刚到，律师后脚就跟来了，而这个律师竟就是当年替娱乐公司老板辩护的那个。既然他出面了，由此推断娱乐老板肯定和女画家有勾连。虽然最后警方不得不放了这帮小孩，但也打探出了今晚就有一场炫舞派对，他们猜测杰儿可能出现，于是警探们全体出动，都乔装参加了派对。果然这里到处充满了黄赌毒，可也很快发现了状况，那个女画家真的在这拍摄，但明显男孩们在对女孩用枪。然而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杰儿，不料杰儿在听到喊声后竟撒腿就跑，警察连忙追赶，可另一边为了拯救女孩，警察全都冲过去了那边，导致没人去追杰儿。虽然最后将女画家人赃俱获，但却错过了拯救杰儿的机会。随后警察从工作室查获了画家拍的儿童色情视频，以及带有无名女尸 DNA 的除毛贴片。从视频里看是画家指导受害人发生性行为后死亡的，并且同时也查明女画家竟曾是色情女星，还因做映照女郎被逮捕过。所以综合这些来看，检察官明言这次少说也得判715年，而这些都是警察故意危言耸听。画家立即也懂了警方的意思，于是在检察官顺势提出了认罪协商后，画家也就老实同意了。随后交代出在老板亲自指导孩子们时，他喂他们毒品的情景我偷偷拍了下来，而有了这些就可以指证老板了。不料这时却突然传来了坏消息，是凶案组打来了电话，竟是警方的线人死在了昨晚的派对门口，明显是被谋杀的。不过好在他的隐蔽摄像机还在身上，里面说不定录下了经过。随后警察就播放了出来，原来昨晚杰儿跑出去后被他拦住了。杰儿称因为最近没钱嗑药了，所以是去派对拍裸照换钱的。然而就在线人劝杰儿回家之际，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杰儿顿时吓得跑开了，而线人却倒下了。接着一张面孔出现在了视频里，果然就是娱乐老板下的手，并且他还自己承认了。殊不知这一切都被拍了下来，虽然线人牺牲了，但警察也有了铁证，随后就将老板逮捕了。哪知起初他还挺嚣张，不过在播放了那段视频后，老板明显慌了，也要求认罪协商。于是检察官开出了只要指证律师参与犯案就判你无期的条件，不料老板则还价只判15年，就交出律师和杰儿。可检察官却果断拒绝了，坚称不接受就判你死刑。却不料他的举动竟遭到了大队长的强烈反对，他认为应该同意老板的条件，毕竟没有什么比救回警察的女儿更重要。可检察官相信老板15年后出狱还会再杀人的，必须将他关到死。结果却激起了所有警探的反对，毕竟杰儿是他们同仁的女儿，这个忙是必须要帮的。而大队长也郑重提醒，先拯救眼前的女孩生命，要比预谋15年后的杀人犯强。可检察官是有原则的，坚决要一意孤行。最后没办法了，警察只能用点特殊手段了。随后就将老板带出去动了私刑，结果警方就这样获得了想要的信息。然后他们终于在一间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杰儿，可为时已晚，杰儿已经吸毒过量死去了。警察最终还是来晚了一步，却不料事后老板竟向纪委投诉警察滥用私刑，结果整个警局都被审查了。大队长因负有领导责任而被停职5天，可他很是不服气。The girl OD'd and died alone. Her father, a decorated cop, 30-year career over, no pension.His family in shambles. But you know what really scares me? That all you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is some lying,
murdering sack of crap. In this country, that lying, murdering sack of crap has rights too, Captain. Tito, Jill Foster, they're both dead. What about their rights? 谁让这是号称平等自由的美国呢？